歡迎來到少主力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一玩天開超合金劍俠合體艦隊的最後一款成員精衛。哇，這個中間也是拖了很長的時間呀。先來看一下盒子包裝跟前幾款的統一畫風。紙品方面，單體的貼紙以及2張人物卡，最後合體的這張人物卡竟然還是個閃卡。正背面是角色的造型，单體的開頁变形說明書，這個變形指示還行吧，不算特別亂。還有一本，我一開始以為是合體的說明書啊，打開看一下，是個圖冊，這裡邊他們現在出的這個系列相關的一些圖片，還有艦船的一些數據。這一頁後邊要出的軒轅也是以福建號航母為設定做成的機器人啊，背後這裡甲板可以变成大翅膀一樣背在後邊。這裡寫着預計26年推出啊，也算是作為一個先行的預告。同樣盒子裡會在单體形態下艦船擺放的地台，在人形狀態下把這塊拉起來，也可以作為支撐使用。當然嘛，合体形態下這个5塊拼起來也可以拼成一個五角星了。背後這裡有一些收納零件的地方，裡邊還會附帶一些這樣的小卡子，是為了卡它的武器使的。袋子裡邊還有一個關鍵的零件，這個是要替換一下合體時候組合的一個位點。另外還給你帶了一根改錐，但我看了一下，這個得必須換，它不是說加強的零件，應該是原先的航母上面組合腿部時候啊，這塊多出來一截。哎，就扣不上去了。我們來看實物人形的效果，身材比例方面修的還是比較匀稱的。身高方面，到頭頂在27公分左右，也算是一個不小的尺寸。細節來看，肩膀上面有2個巨大的肩炮啊，其實插上去以後有點堵住腦袋的造型了。左邊一根東風 2.1D， 右邊一個東風2.6。哇，大哥，你作為一個補給艦，你帶這裝備，有沒有毛病啊？通過肩膀上邊左右前後各連接的一個小扣子卡在肩頭，當然你也可以更換成這個卡子放在其他的孔裡。頭雕的樣子做的還不錯吧？這一塊的刺上邊也有901的一些銘文塗裝 logo。脖子的活動範圍還可以啊，360度旋轉，並且因為脖子變形的需要，根部這裡邊有一個多段活動的軸，你可以把它拉起來。點頭抬頭的幅度就更大了。肩膀的裝甲包過來的效果也挺好看的啊，上邊的龍門吊，還有這些小的起重機，大臂上邊有一些細節的塗裝紋路刻畫，手臂整合的還可以，這一塊上邊的一些小窗戶也能感受到這個家伙的尺寸大小。360度旋轉，這一塊根部是一個合金的關節，雖然沒有齒輪支撐的力度還是可以的。變形需要這一塊根部的這個軸其實已經可以抬動了。再加上本身肩膀裡邊還有一個軸，所以舉起來的活動範圍是非常大的。當然，如果你不想動這根軸呢，把這個尖兒打開，胳膊也就可以跟這樣平舉起來了。二頭肌根部可以來回的旋轉，這些地方的關節都用了合金的材質。雙段關節其實跟這樣曲臂的話，舉起來的幅度也挺大的。下方這裡還有一些小細節的刻畫。手腕左右旋轉，全指可動手。胸甲這一塊的層次感做得非常豐富啊，它整個把一塊攤開了以後，堆在胸口上邊，一層摞一層展現出來裡邊的一些龍門吊機械臂，還有劍橋的一些地方，就挺真實系的，看起來還蠻合理的。後背來看，2個小翅膀，根部的活動關節可以來回的調整。面板上面也展現着豐富的刻畫細節，感覺這個就像是機器人核心的內部。這塊金色也模仿出來了脊椎的效果。屁股後邊的裙甲，同樣這一塊的面板可以來回的調整。根部是雙段關節帶球形，相當於用龍門吊壓扁之後形成的腰帶造型。腰部這裡左右旋轉，360度沒有問題。彎腰關節稍微拉出來，它是在前方這裡做了一個雙段折動。折下來的這個範圍也可以，腿部前踢差不多90度，後踢也能踢到很高，側抬90度，這些都是變形的需要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轉，雖然都沒有什麼齒輪關節，但是這個阻尼還是可以的。腿部內側這裡也有着豐富的面板刻畫細節，倒是來回的轉一圈，並沒有什麼偷膠空洞的地方，該蓋的地方都用板子給你蓋了起來。膝蓋位置折疊，這裡邊是一個很硬的齒輪關節，同時它也支撐着合體形態下的一個膝蓋的部分，所以這一塊會做得很緊。往下彎折的時候並沒有脫肉，裡邊有擋肉的零件，還有一些豐富的刻畫細節。腳踝左右旋轉，
来回前後都有不錯范围的接地效果。从外侧来看，也是用剑身上面的一些装甲包裹出来的效果，把这2个楼给你平放了过来，摊在这里边，保證了腿部的一个形态。侧面的这些雷达也有展示。总体来说，这一款人形的机设还是挺有味道的。那么免费的赞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的变形设計如何。我們先從胳膊的這一塊變起，打開這塊紅色的零件根部插合的扣點，順着雙關節往下挪動。上方這塊小的方片立起來，旋轉一下，騰出更多的空間。然後外側灰色的面板打開，注意在裡邊還隱藏着船頭尖銳的部分，拉出來。根部的連桿這些地方是合金的材質。接着倒騰一下雙段關節，把這一塊挪過來。注意這根合金軸的根部有一個滑槽，把它推過來以後對齊。手臂順着這一塊的空間180度藏到裡面，再把這塊蓋過來扣合。外側這塊紅色的零件雙段關節歸位，根部這裡的扣點插合。紅色的這塊零件翻起來看一下，根部這裡其實是3段的活動軸啊，我們把它盡量的往裡邊去頂，頂到最裡邊，這兒有一個燕尾鎖扣上下結合，然後這裡邊的一個插扣同時的定住。胳膊肘在最下端這裡是一個雙段的關節，我們搓動一下，盡量的往後，折到最後面，外邊的這塊面板往裡翻。擋住這個窟窿，肩胛這一塊部位打開，然後我們就可以順着這個關節抬起來。注意側面這一塊零件扣點的一個交互，還有前方這裡啊，我們可以稍微的挪起來一點點。根部這裡是有雙段關節的，因為下方有卡扣啊，把它騰開，對上去。再把前方這一塊帶有吊臂的位置，下方的面板拼合好，插扣定住。然後整條胳膊順着肩膀的關節。擰個180度，翻折過來，腰部這塊關節先往下稍微拉一拉，騰鬆，把這2塊面板打開，根部這裡的鎖扣翻出來。腰身現在是一個梯形的感覺啊，把它拉開，這塊打出來。接着整個的胸甲其實是好幾層摞在一起的，我們先把這一塊中間雙關節擼起來。夾住扣子，這個雷達是一個軟膠的材質。接着我們把胸甲側面的2片旋轉放過來拼齊，根部這裡有一個合金的關節，先拆開第1層，這裡邊有多段的連桿，把這個軸拉出來，整個的拉到底，一定要把這一塊深灰色的零件拖出來。下面第2層繼續拆，根部這裡也有3段連接的軸，把這裡全部拆鬆。上方這一塊的零件，注意旋轉一下根部，把這個方塊挪到側面來，就不影響這一塊的軸活動的範圍。然後再拆開第3段胸甲，相當於這裡邊是3層固定的位置。腦袋在往裡藏的時候，注意脖子根部的3段關節，我們往前挪一下，壓扁它，打開下方這一塊的蓋板，整個翹起來。旋轉個180度，注意頭頂刺兒的位置，把它放進去，完全填到這個空間裡面。放下去壓到什麼程度呢？這一塊的雙關節保持攤平的狀態就可以了。這個時候注意啊，打開肩膀這2塊的鎖扣位置，側面這裡啊，為什麼要拉開這一塊？也是解鎖開了這裡的燕尾鎖鈎。把胸口兩邊的這2塊裝甲先騰出來，然後順着這一塊肩膀的合金關節，它是一個上下套合，左右都有鎖扣的地方，我們把它套進去，同時把雙臂前方這裡的船頭結合起來。然後根據根部的旋轉關節翻個180度，擰正。現在扣合側面的這塊板子，雙關節拉起來，前方這裡還有一個燕尾扣子，我們可以先把它擺成斜着的造型。根部這裡有左右的關節啊，這個是為了合體接地用的，先把它撇開。整個的這一塊讓過來之後，把中間這裡有一個插銷給它插上，然後再撇過來，把這個燕尾扣子順着裡邊掛上。另外的一側
這一塊挪过來，稍微的往过撇一撇，把这一塊的燕尾扣子讓過去，中間的這一塊結合插上，側面鎖住以後，第2層就可以完全的放下來，把這一塊上方的咬鈎也鎖進去，夾緊結合。這一塊帶有方塊的零件進行旋轉，放到前面來，中間的連杆完全的拉長之後，嵌到凹槽裡面。上方最後一塊面板連接根部的插扣，压緊。翻到底盤來，紅色的部位左右对合扣住。上半身搞定差不多，来處理腿部，腳尖整個三角區折疊進去。後方的2個紅色小零件放下來，腳後跟打開，把這一塊雙關節放平，旋轉個180度，90度折過來，腳尖在90度，壓成這樣的狀態。膝關節稍微往下折疊，讓開倒角，把前方大腿的面板旋轉180度，形狀對好，再折回去。側面的這2片裝甲拉起來，根部的多段關節，先把這片扣住。上方的這一片根部有一個小的雷達，翻起來，再往這邊扣合。這2塊扣合好，讓出來軸的倒角位置，把下方的這一片整個打開，腳丫子180度藏到船身裡面去，蓋回來。上方這一塊小腿的位置拉開，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扣的位置，旋轉180度，整個的翻到這邊來。可以看到這兒有一個軸。我們順着這一塊灰色的零件，把它90度折開，然後裡邊的紅色零件也從這裡邊掏出來。根部有一個雙段關節，它現在呈現的是一個壓扁的狀態。我們雙段關節把它的厚度拉好，然後滑槽推上去，讓這一塊的面對平，再裝回來，雙關節貼合好。上方這裡的小樓翻起來。順着根部的球形關節旋轉90度立過來之後，把這一塊的插扣對上。2邊全部搞定之後，順着胯部中間一劈2半，注意要連着前裙甲一起拉開。拉鬆了之後，整個的橫折90度立起來，然後順着這一塊的關節往下放，同時挪開前裙甲。轉過來，這裡邊是一個雙段的關節，我們把胯部整個的讓過去。從背後來看，把這個雙段關節完全提上去，貼平。這個時候，雙腿中間所有的扣點就可以結合在一起了。調整一下裙甲的位置，滑槽按下來，然後檢查都密合差不多了。腰部這裡順着這一塊的彎腰關節把它頂上去，鎖住。側面的這2片翻折下來，通過這一塊的咬鈎。左右再進行鎖定，結合起來。底部這裡翻轉裙甲，我們把這一塊折疊放好，中間的插扣連接在一起，蓋下來。側面的這2片根部還有2個鎖扣的位置，稍微的讓開，夾緊。背後的翅膀2段關節結合在一起，翻折放下來，完全蓋住。船底整個紅色的部位包裹的就很整齊了。最後把這2個立起來，我們來調整龍門吊這些的位置，雙段關節給它立起來。這一塊也是雙段關節立起來，旋轉個180度，讓這2個對在插合一起。前方的這2塊同樣拉起來，對着插合。其實比我預想當中的要簡單一些，它4肢這些收納的方式並沒有太繁瑣累赘的地方，主要也是身上的這些为了保证最後艦船形態包裹完整度，一些擋熱片和折疊的蓋子比較多。变形完成還挺大的啊，量一下，船型差不多41.5公分左右了。還原度和細節方面做的都是很精致的，看前方這裡細小的刻畫。樓上的這些小窗戶、雷達，側面的補給架，可以旋轉的吊臂，這些都是軟膠的材質，還挺安心的。
尾部的停机坪這個地方的塗裝做的也不錯，而且從各個角度來看的話，包裹的完整性還不錯啊，并不会暴露机器人狀態下的各種零件。來看這一次的豪華版特點，這裡邊的內容也是不少的，我們來裝一下看看效果。作為一個海上奶媽來說，補給船自然是要有這個加油的管路了，但是你背上背的這些也太大了吧！東風17和東風41整個馱在船身上，哇，這個比例有點誇張了呀，哪有這麼大個的？這打外星人也夠了。這樣，如果我們以一個窗戶是半個人的身高來對比的話，哇，這個玩意兒過分了呀！後邊還有尾焰的特效件兒，這玩意兒你來上一發，噴出來的煙霧效果也是這個系列特點的標配。還有後方停機坪上的2架小直升機，用金屬的支撐棍子擺放了一個飛行的姿態。最後，咱們也是来把它变成合體的形態。首先，後邊的這2片折回去，合體形態啊，其實就是半变形回人的造型。把这一块捏開，然後整個的扣起來。注意根部這裡有一個滑槽，我們往下推一點點，然後根據雙段關節壓扁，把它放進去。接着旋轉180度，通過雙關節翻過來，把這個插扣扣到底，定住。翻到船底，扣起來中間翅膀的部位，左右打開。下方的這2塊扣之前，先把側面的蓋子撬開，然後把這2片打鬆，中間的插扣打開。船底4片張開之後，我們把這一段多段關節折過來，緊貼。上方這裡側面扣開。把這個小的雷達折進去，緊貼。中間的雷達擰一下，轉到一側來，扣開下方2個插扣，左右打開，順着邊緣旋轉180度，給它貼上去，扣在裡邊。中間這裡的鎖片鈎子打開。讓出來這一塊，主要是打開它以後，把中間的這一片零件旋轉個180度，然後閉合，中段的鎖扣就可以先扣回來了。其實組合的時候啊，是要把這兒張開夾住裡邊的關節的，這2塊最後扣合也行。底下的這4片，我們就從斜着的角度這樣張開就可以了。中段位置的龍門架需要收納一下。把這些地方都疊起來旋轉，然後拆開第1層，順着裡邊的滑槽捅到最底下壓平，扣起來中間這一塊帶塔吊的地方，雙段關節往上挪，疊放在這裡。接着小翅膀根部的這一層左右再拆開。打鬆，打開這一塊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脫下來這2個鈎子，然後我們稍微的往起翹一下，讓開下方這裡這一塊掛着的地方，雙關節先給它翻開，挪開以後，再把前方這裡從蓋子的根部給它翻起來，這個地方是有插扣的，把這個扣眼打開，側面的這2塊擋肉的蓋板旋轉往前折疊。灰色的零件鎖住之後，紅色這一塊不要鎖，我們要把它左右都分開，打開這裡邊所有的插扣，然後通過根部的多段關節把它挪到上方來，側面的插扣固定，前方的燕尾鎖定上，相當於把這個船頭整個压扁，变成它的腳丫子。順着中間的這些關節，我們往前折一折，騰開一些空間。這個時候裡邊這2個蓋板前後這裡已經全部打開了，讓一下，順着這兒折一個90度下來，根部的滑槽再拉長，拽下來。腳踝部位結合的时候，還是要把這一塊整個的轉到這側來，挪開更多的空間，露出2個插孔的位置，
把整个的頂子嵌住。最後調整這一塊的關節，注意這些地方都對齊了沒有？我們把第一段橫折90度，讓這4個扣子折下來，然後挪動根部的關節，把它對平。這個時候紅色的零件扣回來，這裡邊有2個插孔，左右各對應2個，把它釘上。調整根部這裡的雙段關節，讓它裡邊插住，然後這邊的4個扣子和軸插住，前方這裡的三角區根部又有2個孔，跟這裡結合，這樣我們的腳底就結合好了。最後把這2片打橫放過來，後邊的4片翅膀我們就稍微整理一下，擺成這樣斜的造型耷拉下來。用這條船整體變出來了腳丫子、小腿、大腿和膝蓋的部位。這一塊的齒輪關節也是可以進行彎折的，很緊實。到最後是直接組合在胯部的。那當然，下一步就是終於來到了這一套的組合階段。大家覺得這一次單體的精衛設計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